经营频道这么久，最常遇到小猫们问：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找到我的目标？要毕业了，对未来一片茫然怎么办呢？毕业季就在转角倒数了，比起其他 YouTuber 争相恭喜学生族群们失业，我更想告诉你们，毕业之后该怎么找到自己人生的下一站。Hello guys， 我是 Neko 五喵，欢迎回来我的说书时间。五喵从麦当劳开始把汉堡制作流程 SOP 化之后，很多人就发现标准化的好处。标准化不只是迅速统一的让大家迈向同一个目标，更能够简单的让社会运作顺利。大家就像个螺丝钉，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替老板赚更多的现金流，似乎也能借此达成你自己的人生成就。哼，狗屎！让我们回想一下，第一次听到未来想当什么这个问题是在几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是在幼稚园，那个时候我的世界只有3种职业：总统、老师、妈妈，所以我毫不犹豫就选了总统，台湾第一女总统。听起来蛮厉害的啊。第二次听到这个问题是在国小，那时候我回答的是美术老师，因为开始有了些理解能力了，知道总统不是一个这么好干的职务，一天到晚要被人骂也太惨了。这个问题后来一直不断的在求学阶段出现，很像是飞机在校正目的地一样。很可惜，每次当我喊出职业，差异性都很大，连我娘也很头痛。除了总统、老师以外，我还想过歌手、演员、法医、生技人员，最后回到美术老师这个心愿上。我那个当国小老师的阿姨很认真的跟我说：“你回想一下，一间学校有几个美术老师？还有你的美术课是不是都被借去考数学？”一秒打消我想当美术老师的念头。但他们倒是蛮支持我去当生物或是数学老师的。最后我误打误撞成了前端工程师。也是因为我记得我姨丈跟我说过，能同时拥有美感和对程式敏锐的人不多。我顺便讲一下，这种人可能在10年前不多，现在多得跟鬼一样。麦当劳招牌掉下来砸死3个人，可能就有2个是前端设计。好啦，在这一连串梦想职涯规划中，请问你有发现什么问题了吗？没错，当我说出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是依据社会成功的准则法则去规划。美术老师的这个心愿绕了2-3圈，从小到大不时的出现。不过没有人关心为什么我想成为美术老师，这背后的动机不重要。多数人的重点只会画在美术老师不赚钱，而且不被重视。这也是人生规划标准化最大的问题。都2019年了，大家毕业出来后的茫然程度跟2009年差不多，问的问题也差不多。我未来到底该做什么？教育把大家统一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忽略每个学生的特质，因材施教4个大字喊起来像口号，实质上在家长和考试业绩的胁迫下，老师根本没空注意学生的差异性，更别提现在的学生有多难教了，打不得，骂不得。这锅我不会说是教育体制或老师，根本是全民共业一起发展起来的恶循环。再讲一个在黑马思维里提出的问题：一间好的大学假设能录取的学生是20人，可是今年优秀的学生多达25人，就算他们通通有达到这间大学入学门槛，但还是要从这25人之中取出更好的20人。这也是在教育体制标准化下，我们并没有选择权，只有被挑选的权利。同样的状况放在公司面试也是一样，在这种限制下，人才好像永远都不多。当然，我不是要说人人都是天才，我也相信人才确实不多，只是抽掉了大家的选择权，人才能出头天的机会显然就不在自己手上了。我娘有个同事的小孩让我印象很深刻，她是个很优秀的女孩，国中优异的成绩让她高中没有悬念的上了第1志愿。等到考大学的时候，她身边的朋友都上了医科，只有她差一点点。于是她选择重考，第2年又差一点点，第3年又差一点点，第4年甚至只差了1分。一个大学医科念8年，她一个人就重考了4次，考得她身体状况变得很差，精神状况也很不好。
问他为什么非医科不念？理由很简单，我朋友都是医生，我也必须是医生。同样的状况，如果是我可能会去念生物科技之类的，我才不要重考嘞。折磨他的除了是他自己的自尊心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社会标准化给他的压力，非得这样才算是成功。这种标准化哲学害惨不少人，甚至是 YouTuber 都有个成功标准，订阅要达到多少，浏览次要达到多少，哈！一堆狗屎。好的，标准化既然没办法帮我们达到个人目标，事实上标准化的目的就是要抹除个人特质。那么黑马思维又能怎么样帮助我们呢？书中分享了4个思维，我自己浓缩成3个步骤，不会太难，追根究底就是认识自己而已。准备好了吗？第一，微动力，这是最重要的一步，观察自己的微动力。什么叫做微动力呢？可以理解成兴趣或者是时常不经意在意的地方。察觉微动力的方式很简单，从评判别人开始。我不是叫你去路上找人吵架，书里写评判，但我觉得写成评估可能用字会更准确。看见别人的优缺点比看见自己的快。拿我自己来说，我喜欢聪明的男生，比起外表，我更在意一个人有没有内涵。而且我很怕跟人相处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内容的对话，甚至是没有对话，凝结的空气啊！这一点完全是可以从日常跟人相处中体会出来的。我想，荧幕前的你们一定也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人，对吧？把不喜欢的原因找出来，反向思考就是喜欢的类型。接着再想想为什么喜欢聪明有内涵的人呢？因为我喜欢有人可以跟我一起讨论阅读的内容，甚至是从他身上可以学习到更多新东西。聪明的男生能带我看见不一样我没接触过的世界，不只是聪明，还要有耐心，愿意分享。反向思考就是我喜欢学习，但我不喜欢在压力下成长，喜欢按照自己的步调吸收新知识，这就是我的微动力。而且我喜欢跟人一起讨论我阅读的内容，但我几乎找不到跟我一样爱读书的人，所以我把我阅读完毕的心得重新消化整理，变成你们现在看见的内容，吸引更多和我一样爱看书，甚至培养更多不爱看书的人来看书。曾经我想当老师，想当歌手或演员，想当法医或律师，这3个职业的特色分别是传递知识、表演舞台、建立好名声。我觉得我作为一名说书人，就是在传递知识，拥有自己的舞台，建立好的名声。所以评论别人、评论自己，好坏内容都没有关系，甚至每次看我说书，都会在意我化妆好不好看的那群人，或许就是很在意别人外表的人，进而可能是对彩妆感兴趣的人，也许成为一名彩妆师会是一条不错的路哦。2. 选择与策略，选择与策略算是黑马与其他人最不同的地方。之所以是黑马，意味着这些人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崛起，而且多数人的劝告或世俗给的框架。书里大概讲了4-5个范例，都是走出舒适圈，依照自己的微动力做出了选择，并且制定了一套策略往自己的兴趣迈进。更妙的是，我发现黑马们从没想过这样的决定会带他们到哪里去，或者成为什么样的人。黑马各式各样，有高中辍学，有功成名就但放弃好工作的人。我不想提这一些太过梦幻或听起来很不切实际的故事。书里倒是有个人的故事，我觉得可以大致提一下。想为大家介绍一位叫做夏比罗的先生，他的微动力是喜欢把东西摆正，而且喜欢让不完美的东西修正回归正轨。所以他选择的职业是把老旧的铜线讯号换成光纤的雷射讯号，必须要把沙子一样小的半导体晶片再接到如发丝的光纤上，听起来就不是人干的活儿，眼睛绝对爆炸。但夏比罗做起来得心应手，而且他的公司还因为他大赚一笔。不过当时身为技术员的夏比罗并没有因此获利，钱都流到公司主管的口袋里，所以他开始想啊，我是不是应该跟他们一样？于是他穿上西装，开始了主管阶级的路，放弃自己真正的兴趣，拿去交换更好的收入和权利。听起来就像是任何人会做出的正确决定。不过夏比罗并不开心，接下来的16年内，他在公司浮浮沉沉。50岁的他经历了曲折又不太愉快的主管人生，这个位置到了尽头，他第一次找不到公司愿意用他。离开技术员的工作20年，这一段时间科技领域生态已经大翻转。他
他的技术已经过时，也用不上了。于是他在一间公司当业务拉客人，50岁的人生没有快乐又赚不了钱。讽刺的是，赚钱明明才是他一开始的选择。这个时候，夏比罗来到了抉择点。他知道自己想当老板，但他对行销没有兴趣，所以他决定加盟。而他选择的是沙发维修。即便他没有经验，但是沙发维修需要把现有的布料材质和颜色精准配对，而且他不需要员工，可以自己一手包办，还能立即看到成果。在家开业不需要店面，你可以想象一个手工很好，并且对细节有强迫症的人，在修理东西上会有多细致。于是夏比罗的成功完全不意外。我看完他的故事，理解了抉择对于一个人有多重要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不是靠热情决定他的工作，而是靠着微动力驱使他前进。因为热情会消失，但微动力不会。你在乎的事情是由价值观而来，除非价值观改变，否则微动力会一直用不同的形式存在。3. 忽略目的地，先别规划成功的样子，因为最后绝对不是长那个样子。标准化最大的陷阱就是把大家的成功定义都 SOP 了。我发现所有的黑马故事最后都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我现在过得比以前快乐。他们只是追寻他们心中的微动力，这个动力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变，也许之后会慢慢转变成不一样的形态。黑马之所以能永远保持快乐的心情在工作，不见得收入比别人多哦，但他们会持续不断的替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值。在别人眼里也许是成功，黑马自己看自己却只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个高中辍学生原以为一辈子只能活在家暴的阴影下了，但后来靠着各种决定和决心，成为第一个女混音师。接着她成了一名很顶尖的音乐制作人，然后她的微动力突然有了改变。最后她回到校园研究哲学、脑波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想知道为什么音乐能让自己怦然心动。我想不给自己目的地的原因，一来是不要满足于现况，二来是不要让自己有太大的挫折感，专注于现在的自己才是每一批黑马候选人应该要有的态度。不过没有目的地还是要给自己阶段性目标哦。像我的目标就是每个星期要看完一本书，不管我的精神状况再怎么差，都一定会完成这件事情，不容妥协。所有的目标都是依据着自己的微动力进行，别想着最后会到哪里。不过要确定现在这件事，一会让你开心，二能给你满满的成就感，三是一件对的事，这样就可以了。黑马思维提供的是想法和思考方式，刚好结合我上一本书原来我们都对自我误解太深提到的认知会影响情绪和行动，借由阅读启发更多对于世界不同的看法与认知，不用再对别人的成功故事发出羡慕的声音，或者是对自己茫然的未来发出叹息。从现在开始，多花一点心思观察自己，发掘自己的微动力，我们都可以是那一匹耀眼的黑马。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用订阅代替掌声，或者按下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不定时上传的影片以及随心所欲的开台直播时间咯。我每个星期二晚上8点会在这里与你分享一本好书。那么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吧，大家拜拜。每个人成功的方式不一样，我觉得是这本书最大的重点。所以别人成功的故事，我们当然可以参考之，但还是要回归自己，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怎么样是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别急，慢慢来，只要你走在对的路上，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成功的。